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2000年12月某天，在波兰西南部的奥多尔河岸边，坐着3个想吃鱼的钓友。可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鱼还没钓上几条，却钓出了一件惊天大案。因为其中一位钓友在无意中发现水面上飘着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乍一看像是木头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却发现是一缕头发。出于好奇心，他就用鱼竿推了一下漂浮物，让它翻了个面。不推不知道，一推吓一跳，这玩意居然是一具尸体。3个钓友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绝对是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天。人家出门都是钓大鱼，可是这3人却钓出了一具尸体。警笛声一响，警戒线一拉，不出意外，现场围起了很多吃瓜群众，情况让人非常不安。警方发现遇害男子全身上下只穿着一件运动衫还有内裤，双手被绑在背后，脖子上还有一条绞索，身上还有很多伤痕，几乎都是在死前造成的。当时受害者的体内几乎没有食物残渣，这就意味着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天，他几乎一直都没有进食，直到最后被杀害。而更加恐怖的是，男子肺部的检测就表明，他被扔进河里时仍然还活着。那试想一下，饥肠辘辘的你，全身被人用绳子紧紧绑着，然后抛到河里，活活给溺死。你很想挣扎求救，但是却丝毫无能为力，只能不断和石头一起沉到河底，体验这种绝望的感觉。警方排查了当地失踪人员的名单，他们确定死者的名字叫做达里乌斯，而根据资料，达里乌斯来自于波兰西南部的弗罗茨瓦夫。案发时是一个35岁的商人，经营着一家小型的广告公司。尸体发现点和他的住所距离只有60英里。他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1个月前的11月13号。当时他外出和客户见面，可是当晚过后，整个人就失联了。他的妻子还为此到警局报了警。警方审查了达里乌斯所有的资料，他们就发现案发时他没有债务，也没有犯罪记录。周围人都说他性格随和，很少和别人发生矛盾，也从不惹是生非。除此之外，达里乌斯有空时还喜欢弹吉他，他还加入了一支摇滚乐队。而达里乌斯在生活上的唯一问题，那就是他和结婚8年的妻子在婚姻上有过严重的分歧。但是家人和朋友都表示，案发之前这2个人早就已经和好如初，他们还打算收养一个孩子，共享天伦之乐。为了获得更多线索，警方就派出了潜水员勘察了奥多尔河的河底，还搜查了尸体被发现地点附近的森林，但是都没有找到有效线索。6个月之后，警方只能宣布暂停调查，因为他们连嫌疑人的身份都没法确定。起初，在这场猫与老鼠的追逐中，警方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下风，直到案发3年之后，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局面。这个男人就是38岁的警探亚特利。2003年下半年，当地警局对该案就重启了调查，而负责人就是警探亚特利。根据资料，亚特利在年轻时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打工人，尝试过很多行业。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就进入了警局工作。起初他觉得自己可能干没多久就会跳槽，结果却发现这份工作非常适合自己，所以一干就是10年。因为他很喜欢抓捕罪犯，喜欢亲自为他们戴上手铐的感觉，就好像是好莱坞电影里的 FBI 探员，带着主角光环来到现场，然后掏出证件掌控全局。除此之外，亚特利对犯罪心理学也是非常的感兴趣。他在闲暇的时间里，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，他还专门去当地一所大学进修了心理学。回到达里乌斯这个案子，在这个案件还没有传到自己手上之前，亚特利对他就已经早有耳闻。他重整卷宗资料后，就发现了一项重要的证据，那就是死者达里乌斯母亲的口供。当时达里乌斯的母亲在他儿子的广告公司里当客服，他告诉警方，11月13号上午9点半左右，也就是儿子最后一次被看到的那天，自己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。
打电话的人是个男子，电话里他说需要印制3个广告牌，其中一个呢需要和标准广告牌那样大。当自己试图询问更多细节时，这个男子却回避了问题。他表示只愿意和达里乌斯讨论。达里乌斯的母亲当时没太在意，就解释说老板刚好不在办公室，但是可以通过手机联系到他。给了电话号码之后，男子就直接挂断了电话，也没有透露自己任何身份信息。达里乌斯的母亲说，他此前没有听过来电者的声音，只知道电话那头有很多背景噪音。而当儿子回到办公室后，自己就向他询问了这个奇怪客户的事情。儿子表示对方已经联系了他，并将在下午见面一起详谈。警方调查的当天打给达里乌斯办公室还有手机的电话，发现他们都是从同一台公用电话拨出，而且就在广告公司对面的街道。2通电话前后的间隔时间只有1分多钟，但是因为这个公用电话刚好处于监控死角，所以警方没法确定是谁用的公用电话。除了有关神秘电话的这条线索，还有2条线索也引起了警探亚特利的注意。达里乌斯公司所在大楼的前台就表示，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自己就看到达里乌斯离开了大楼，而走到街上时，还有2个人似乎有意跟在他的后面。不过这2个人具体长什么样，自己就没注意了。而第2条线索则是达里乌斯的汽车，在他被登记失踪之后，警方在他公司的停车场里就发现了他的汽车。而周围人都说，达里乌斯呢，经常喜欢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和客户见面，而且总是开着车出去，但是当天他出去时并没有开车出去。在对比所有的线索后，亚特利警探就给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觉得杀害达里乌斯的凶手不是随机作案，那既然如此，那凶手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根据达里乌斯妻子的口供，她丈夫呢会随身携带银行卡，但是在他死后，这些卡都没有被使用过，这就表明凶手的犯罪动机不是求财。而再者，达里乌斯被发现时，他身上穿着单薄，所以警探亚特利就推测，死者生前被凶手故意脱光衣服侮辱。而最后一点，关于神秘来电者的描述，似乎表明凶手是精心策划了这起案件。可死者生前跟别人一直没有深仇大恨，又会被谁这样报复呢？警探亚特利一遍又一遍地分析着案件，他觉得自己肯定遗漏了某一些东西。看着交织错乱的线索，警探亚特利猛然就想起，死者的手机从来没有被找到。不过在案发3年之后，亚特利重新审视该案时，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而最初的结果就显示，达里乌斯的手机在他失踪之后就没有被使用过。但是警探并没有就此放弃，谁知道幸运女神会不会突然就找上门来呢？其实这个概率很小。然而幸运的是，亚特利知道其实还有其他方法追踪手机，因为手机制造商会为每个手机分配唯一的序列号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个序列号就像一条隐形的牵引绳，在成千上万的个人群中把凶手和警局连在一起。而令人惊喜的是，达里乌斯的遗孀还真的找到了一张收据，而这张收据上面刚好就有这个手机的序列号。亚特利警探就隐隐约约的觉得，这一次幸运女神真的来了。通过追踪这个号码，他就发现案发后这部手机被放在一个拍卖网站上出售。这个网站呢，就有点像是波兰版的速卖通，而且拍卖就发生在距离达里乌斯失踪的4天之后。卖家呢以用户名 Crispy7 登录，而根据网站的记录，他是个名为巴拉克里斯利安的男子，一位出生于1973年的波兰人。而当时30岁的巴拉呢，就住在海诺夫小镇，跟警探亚特利住所距离只有1小时的车程。而根据资料，巴拉这个人呢非常喜欢哲学，不过因为种种原因，他并没有完成大学学业。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，他还做起了小生意，但是仅仅几年之后他就破产了。而祸不单行，随后不久他的婚姻也破裂了。他的妻子之所以会提出离婚，并不在于巴拉糟糕的财务状况，而是因为丈夫频繁性的出轨。生意失败之后，巴拉就离开了波兰，开始满世界跑，从欧洲到北美洲，再到亚洲，从教英语到教别人潜水等等。说得好听一点，
巴拉的人生啊，那是过得既潇洒又自由。那说的不好听就是居无定所，颠沛流离。面对这样一个男人，警探亚特利就有点怀疑，也许巴拉只是在某一个地方偶然间获得了死者的手机，然后再把它卖掉，小赚一笔。而退一步讲，对于把行动策划得如此细致的罪犯来说，卖掉自己的作案证据简直是一件荒唐又愚蠢的事情。但是考虑到巴拉是目前唯一的线索，所以警探亚特列就决定保留自己的看法，继续暗中调查巴拉，是人是鬼一查便知。2003年上半年，巴拉就出版了一本名为《阿莫克》的小说。由于这本书读起来有点晦涩，所以起初销量并不怎么好，很少有书店会销售，而大多数书店呢，都是将它放在高处的书架上。而读过心理学的亚特利警探就深知，一个人的文笔就是他内心思绪的流露，所以他就特地到书店里买了一本回来看。而这本小说呢，就描述了一名男子从充满希望到陷入堕落的经历，包括情场失意、染上毒瘾、身无分文等等。结尾处呢，这名男子还杀了他的女友。起初警探亚特利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，可读着读着他就发现，巴拉这家伙总是喜欢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内容，包括一些晦涩难懂的哲学。他好在自己研究过心理学，不然翻没几页就得打瞌睡。而在分析小说的内容后，他就认为这本书很像是巴拉对自己罪行的忏悔。首先，巴拉的生活和书中主角的生活有诸多相似。书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克里斯，和巴拉在拍卖网站上的用户名非常的相似。同时，巴拉和书中的男主人公也有相似的背景，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，都是因为花心导致婚姻失败，以及下海经商失败等等。包括有一次，他朋友在喝醉酒之后，因为偷走一座教堂的雕像被警方逮捕。而书中男主人公的很多故事几乎都是作者巴拉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。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生活细节是常见的习惯。那既然如此，这本书肯定还有一些东西和达里乌斯的谋杀案有关。比如说在书的最后，巴拉就描述了如何将绳子套在女友的脖子上，这跟现实中达里乌斯的遇害可以说是惊人的相似。与此同时，在书中巴拉还描述了如何在网上拍卖或者出售凶器。但是仅凭这一本书就想定巴拉的罪，那未免太过主观。警探知道他需要找到更多实质性的客观证据。警探就发现，在达里乌斯失踪的1个月前，巴拉在拍卖网站上的浏览记录就涉及到了一种很奇怪的科普读物，它是一本警察调查手册。除此之外，这本手册呢还介绍了很多神套打劫的方法。虽然巴拉从来没有购买过这本手册，但是警探亚特利却认为这就是其中一个间接证据。巴拉的作案手法还有作案过程正是参考了这本手册。2005年秋天，当得知巴拉将返回波兰探望父母后，警探亚特利就决定采取行动。7月5号这天下午，他就带着队员逮捕了巴拉。在审讯室里，巴拉就坚持否认自己有杀人。而面对这么嘴硬的嫌犯，警探亚特利直接就将巴拉的小说作为证据，直接提交给当地法院。可是法院就认为，这种主观层面上的证据很难坐实巴拉的杀人罪，所以最终巴拉也只是被指控盗窃死者的手机，还有一个与谋杀案无关的贿赂罪。而这2项指控呢，都不会导致巴拉服刑。所以从拘留中心被释放后，巴拉就发起了反攻，他直接就对警方提起了暴力执法的指控。他一脸委屈地说道，就因为我写了一本小说，警方就怀疑我是杀人犯，那按照这个逻辑，是不是所有犯罪小说的作者都有杀人的嫌疑？而对于文人来说，因为自己的著作受到迫害是最无法忍受的事情。巴拉不断重申自己的小说只是一部虚构的作品，没有任何记录现实的用意。他的这种观点呢，也很快得到了一些民众的支持，甚至有些人说，隔了几年还没有破案，就是因为警局有像亚特利这样的奇葩警察。谋杀指控被法院驳回后，虽然很打击人，但是警方呢也不是全盘皆输，因为对巴拉盗窃还有贿赂这2项指控就足以让他被限制在波兰境内，还可以要求他交出护照。
那如此一来，就为波兰警方争取到了时间，而又恰恰是巴拉的护照，让警探亚特利发现了新的间接证据。这个证据呢，还得从波兰一档真实犯罪电视节目说起。在2002年年初时，这个节目呢就曾经报道过达里乌斯这个案件，他们还在节目官网上发布了最新的调查进展。而警探亚特利查看官网的服务器数据后，就发现网站的访客可以说是来自世界各地，比如说美国、日本还有韩国等地方。但是好巧不巧，这些访问时间还有国家位置都和巴拉的旅行记录完美匹配。如果说这是欧洲国家的网友比较关注达里乌斯这个案子，那还情有可原。可是像日本还有韩国这些地方的网友都如此关注，那就有点巧合了。而更巧合的是，巴拉在哪个国家，节目组官网就经常会有来自哪个国家的访问记录，甚至时间段都是完美匹配。这就证明巴拉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件的调查。既然不是死者的朋友，又不是官方组织或者媒体人员，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，巴拉就是背后隐藏至深的凶手。与此同时，警探亚特利团队中的几位成员在审查案件中的电话证据时，还发现了一些此前被忽略的内容。在达里乌斯失踪当天，打给他办公室还有手机的神秘电话，都是由同一张电话卡拨出的。由于每张电话卡都有一个唯一的编码，而且每次使用时都会向电话公司发送信号，所以利用这些信息，警局的电信专家就确定了这张电话卡的通话记录。他们就发现这些通话记录中很多都是打给巴拉的亲友，可以说这是指控巴拉最有力的证据。不过警方并没有就此打住，因为上次的败仗让他们印象深刻，要想彻底打败巴拉，那就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，然后一击毙命。与警探亚特利交谈的人透露，在达里乌斯谋杀案发生时，巴拉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片混乱，事业破产，婚姻破裂。而接触过他的人都表示，巴拉的真实性格和他表现出来的斯文气质完全不同。他是个妒忌心还有控制欲非常强的丈夫，经常恐吓接近妻子的外人。有一次，巴拉还差点和一位酒保打了起来，只因为他认为这个酒保对他的妻子有意思。而另外一位证人就表示，巴拉曾经说过，自己已经解决了那个试图勾引自己妻子的家伙。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达里乌斯尸体被发现的几周之后。所以说，巴拉的作案动机会是妒忌还有控制欲吗？而对于这个问题，巴拉的妻子斯塔奇亚的一位朋友就给了警探肯定的回答。这位朋友表示，在2000年夏天，他和斯塔奇亚一起去夜总会 happy， 而当时斯塔奇亚刚和丈夫巴拉分手，情绪呢非常的低落，需要把注意力从这件事情转移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他就遇到了一位有深色眼睛的长发男子。好巧不巧，这个长发男子刚好也为情所困，而这个男子的名字就叫做达里乌斯。两个人在聊了一会儿之后，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交谈中，斯塔奇亚就向警探承认了与达里乌斯的邂逅。尽管确实约会了，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而在这不久之后，达里乌斯就和他的妻子和好了。斯塔奇亚表示，他跟达里乌斯约会一段时间之后，喝醉酒的丈夫巴拉就怒气冲冲闯到他的卧室，说知道他有外遇，还说他已经雇了私家侦探跟踪他和达里乌斯。而到了这里，巴拉妻子的口供就为警探最后一个疑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而正如巴拉在小说中的原话，这是被盲目还有妒忌杀害的人。在警探亚特利看来，这是书中最直接的犯罪自白。巴拉在盲目还有妒忌的愤怒之中杀害了达里乌斯。基于签证还有妻子口供等各项证据，亚特利警探就再次逮捕了巴拉。在2007年2月时，针对这个案件，当地法院就召开了庭审，并且再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一个哲学家还有小说作家居然通过自己的小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这种充满噱头的标题一放到媒体上，就引起了吃瓜群众的强烈关注，甚至很多人都专门去买了巴拉这本书。书店的老板呢，更是把这本书放在了畅销榜的位置上。法庭之上，虽然巴拉表现得一脸无辜，甚至是盛气凌人，但是事情的发展似乎完全不按照他的节奏。
法庭上，检方就展示了很多新证据，比如说巴拉本人的笔记本电脑，在笔记本电脑上有一个加密文件，其中就包含了巴拉与70多个女人性爱经历的生动描述，其中一些过程的描述呢，跟他在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经历可以说是极为相似，甚至是一模一样。然而，这还不是令人最震惊的东西，因为在笔记本里还有另外一份加密文件，这份文件就让警方发现，巴拉似乎在策划第2起谋杀案，目标就是妻子斯塔奇亚的新男友。而最终，巴拉就被法院判处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处25年的监禁。几个星期后，巴拉虽然获得了重审的机会，但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。尽管关于达里乌斯这个谋杀案还有很多未解答的问题，比如说整个过程是否只有巴拉一个人独自完成，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那就是巴拉肯定有罪。直到现在，巴拉还仍然否认自己有杀害达里乌斯。而在2008年接受美国纽约客采访时，他就声称自己正在创作第2部小说，这部新的小说呢，将会比第1部更加的极端。巴拉表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自己都会完成这本书。而根据一些记者的报道，已经有影视剧的导演注意到了这个案子，而巴拉还可能会因此得到一笔收益。其实，有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处处都充满着荒诞。就拿达里乌斯来说，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人，只是因为和一个女人说了几句话，就惨遭这名女子的丈夫的杀害。而罪魁祸首巴拉却因祸得福，靠着自己小说的版权费居然可以大赚一笔。他付出的唯一代价只是在监狱里待25年。25年之后，或许不用25年，这个恶魔就可以走出监狱，继续探世界。可是活活被沉到河底的达里乌斯却永远都走不出他的地狱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